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探讨了庄子的顺其自然的这个哲学，并发现了他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当中帮我们减少焦虑，找到内心的自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更深入一点探讨庄子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无为而治。这个思想不仅是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启示，也是对管理、领导，甚至整个社会治理的深刻洞见。那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简单探讨了一下庄子的生平哦。但是要讲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之前，我们还需要再更深入的关注一下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和他在那个年代的处事态度。那他出生在战国时期，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是非常的动荡不安的，战乱不断。那庄子呢，就曾在南方一个叫蒙的地方担任一个小官，但他却拒绝了当时的政治权威的拉拢，宁愿过着贫困却自由自在的生活。相传他曾拒绝楚国王室的高官厚禄，因为他坚信，他说过一句话叫做宁做逍遥游的乌龟，不做权势中的屈服者。也就是他那时候说，他觉得他宁愿在水里自由自在的做那只在水里面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要当那个在朝廷里面为人占卜的龟壳。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无疑体现了他其实内心真的是非常的追求自由，拒绝所有的外在束缚的这样一种生活哲学。那庄子一生呢，他都非常的淡泊名利，提倡的就是无为而治的这个理念。这种思想呢，也源自于他对自然规律的尊重。这个呢，就是庄子对待名利的态度。在他的思想里面，世界的本质是无常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而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国千年以来的许多文人和思想家。回到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庄子的无为而治其实是道家哲学中的一个关键理念。所谓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以强力干预控制事物的自然发展。庄子相信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过度干涉或强加意志反而会破坏这种平衡。因此，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是懂得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以达到一种治而不治的效果。就比如庄子在《庄子应帝王》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最高的治理者应该是毫无痕迹、毫无干预的。他提倡以无为来应对复杂的现实，但这不是对责任逃避哦，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治理智慧。庄子认为，强制的干涉往往会适得其反。当你停止过度控制的时候，万事万物便能自然运转。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在经济学上面两大阵营的一个争论啊，就是到底是要政府干涉控制经济，还是应该要让自由经济自然发展，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庄子就是主张自由经济的这一派。那你可能还会问说，无为和顺其自然，上一期讲到顺其自然有什么不同呢？其实这两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顺其自然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会接受自然的变化，那么无为而治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选择不强行干预，让一切如其所是。这种结合在庄子的思想中表现得极为深刻。他认为，当我们真正明白并内化了顺其自然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一种无为的状态，而我们不再需要强行干涉改变一切，反而能够在自然的流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庄子在《大宗师》一篇中就提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民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句话就让我非常的有感触，因为它提醒我们天地间有很多美好，无需过多的修饰，四季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万物自有其理，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安排，而这正是顺其自然与无为而治的完美融合。天地的运转如此自然而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欣赏与放下。那既然无为而治与顺其自然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概念，那我觉得顺其自然更像是对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哲学态度，而无为而治就是这种哲学在外部世界的延伸与应用。当我们学会在生活中顺其自然，我们便能够在处理外部事物时更加冷静自若，懂得如何不干预而达到最好的效果。那这也让我想到也是一个现实对照，在现代管理当中，无为而治其实是与现代领导力理论当中的父权式领导，英文叫做 empowering leadership，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相似的。现代的企业管理学强调，好的领导者并不是直接指挥下属每一个细节，就是这种 micromanagement， 而是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指引，让团队成员可以自行发挥他们的潜力。而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能够促进组织的创新能力，还能提升团队的整体效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又看到了一次庄子的思想与现代领导力理论再一次的形成交集。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的放任自流，而是一种智慧的观察与引导。它引导我们如何让自然的力量发挥最大的效用，而不是试图用外力去改变事物的自然发展。那另外呢，我们还不能忽略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起物论。在庄子一书的起物论篇中，庄子提到了所有事物在道中平等的观点。这个思想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高低、优劣，这些都是人为的标准。万物皆有其存在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相对的、动态的。这个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能引起我们很多的共鸣。比如说庄子的起物论就提醒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追求世俗上所谓的成功与地位，因为所有的这些标准其实都是相对的，而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同的观点与选择，去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无论是美丑、好坏，这些评判标准都是非常的主观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角度去强行要求他人，也不能执着于一种看法，因为世界上万物平等。那就像在现代非常这种多元文化的理论，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也越来越需要具备这样接受多样性的能力。无论是在文化、政治还是个人价值观上，庄子的起物论都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以平等心看待世界的智慧。那庄子的哲学也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道教的形成与发展。道家崇尚自然，推崇无为而治，这些思想成为后来道教的重要哲学基础。那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去看到的一个时间点是唐玄宗天宝，大概时间是在700多年的位置，他就招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道教就开始就是慢慢的发展起来。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之一，其核心思想源自于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所以其实老庄在中国道教的发展上面都提供了他们的思想，为中国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深厚的基础。
庄子的无为思想被后来的道教徒奉为追求个人修炼的最高目标。道教的修行者相信，通过无为可以达到与自然与道的合一，进而达到身心的和谐。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道教，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个宗教文化里面，往往与庄子当初纯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台湾的道教更融入了一些民间信仰，那寺庙里呢也供奉一些神明，象征着各种自然力量和人间需求，比如说财运啊、健康啊，这些都是在民间逐渐演变出来的信仰层面。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道教仪式中的简朴与对自然力量的崇敬，仍然保留了庄子思想的核心。而在艺术文学领域，庄子的思想也深透其中。例如清代文人袁枚在其诗歌和散文中便多次表现出对庄子哲学的深刻理解。袁枚认为自然即美，无需过度修饰，这种简约而深邃的美学理念也是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好啦，今天我们通过庄子的无为而治哲学，探讨了他如何帮助我们应对现代生活中的复杂挑战。从个人的生活态度到现代管理论，庄子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启发性。那既然我们今天呢简单的提到了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大家老子，那我们下一期就会更深入的来探讨老子的思想和他们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有什么联系。那就愿你能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和谐与自由。感谢你的聆听。那记得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并且你很喜欢我讲的内容的话，记得订阅和分享。还有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和我分享你最喜欢最感兴趣的主题是什么，让我知道，那我可以再更深入的做一些研究来和大家分享。那就这样啦，谢谢大家，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周，拜拜。